我知道大家每天被各种财经号灌输焦虑，但是今天我们真要聊点硬核的。作为一个从互联网创业第一线摸爬滚打过来的90后，我必须给大家捋一捋当前全球经济的真实现状。不是标题党，是真的骨感现实。先说句大实话，现在的世界经济就像一个超载运行的服务器，随时可能崩溃。作为创过业、带过团队的人，我深深明白信息的重要性。错误的信息比没有信息更可怕，就像错误的代码会让整个系统瘫痪一样。还记得2008年那场金融海啸吗？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，但那个画面至今难忘。说白了，就是信息不对称酿成的惨剧。现在呢？通胀压力山大，供应链像老板们的脾气一样一触即发，全球债务就像我创业初期的花呗，越滚越多。我给大家做个复盘啊。过去50年，全球经济格局经历了至少3次大重构。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，等于重启了整个经济系统。90年代互联网革命直接开启了数字经济新纪元。08年金融危机后，新兴市场开始带队躁动。美国就像是经济圈的老大哥，但现在也遇到了史诗级困境。它就像一个老旧的遗留系统，虽然各种补丁打得还能用，但架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2战后它一家独大的情况，现在已经成为历史。讲真，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就是美国自己搞的全球化，反而孵化出了最强劲的竞对。这就像你辛辛苦苦培养的徒弟，转眼就成了你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懂我意思吧？从70年代开始，美国玩起了新自由主义，放开管制、减税、私有化，就像互联网大厂疯狂烧钱圈地一样。确实，这套玩法一开始效果炸裂，但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就像熬夜写代码，早晚要还的。现在美国面临什么问题？简单说就是内忧外患。内部，中产阶级在消失，贫富差距比我们的 App 下载量差距还大。普通打工人40年工资原地踏步，而顶层1%的人占据了几乎所有增长红利。外部，新兴市场群起而攻之，尤其是中国，经济体量已经到了美国的70%。在数字经济、新能源、AI 这些赛道上，竞争已经白热化。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互联网创业大潮的90后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这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，而是2种发展模式的终极 PK。 就像传统企业和互联网新贵的较量，最终比的不是谁的体量大，而是谁能引领未来。老板们，记住我的话，未来以来只是分布不均匀。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重构，机遇与风险并存。关键是要有危机意识，但不要被焦虑支配。保持清醒，像创业者一样思考，像投资人一样决策。毕竟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天生就是要去改变游戏规则的。先说个残酷的现实，市场自由化就像开源项目一样席卷全球。各国争相放松管制，降低壁垒，资本像代码一样自由流动。这确实带来了爆炸性的经济活力，但也像埋了个定时炸弹。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成本低的地区，构建起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网络，看似高效，实则脆弱。全球贸易增长简直比互联网用户增速还疯狂。国际分工精细到令人发指，企业利润创下新高，消费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。经济全球化已经不是 PPT 里的概念，而是实打实的生存现实。但这个版本更新也带来了严重的 bug， 制造业岗位像清退员工一样大量流失，昔日工业重镇沦为铁锈地带。社会福利在市场化浪潮中不断被砍，贫富差距堪比独角兽和倒闭创起的距离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，而是社会正义的严重倒退。作为一个经历过大厂裁员、
我深深体会到全球化给普通人带来的压力有多大。这哪是什么机遇啊，简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工资像冻结的产品需求一样纹丝不动，就业稳定性比外包团队还低，生活成本却像融资估值一样疯涨。这种经济压力不是在摧毁 KPI， 而是在摧毁整个社会的根基。现在的政治极化比创业公司之间的竞争还要狠，民粹主义崛起根本不是偶然，就是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。但是再看看中国的表现，简直就是产品经理的教科书级案例。这种混合发展模式太绝了，就像把产品和运营完美结合，政府调控相当于产品策略，市场活力就是运营执行，既保住了大盘稳定，又让创新活力爆棚。这种平衡感，这种掌控力，不服不行。金砖国家这个联盟更是玩出了新花样。光是人口就占全球 40%， 经济体量超过 G7，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增长了。他们完成了从代工厂到自主研发的华丽转身，在高科技、金融服务这些高价值领域开始大展拳脚。就像当年的互联网企业，从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。中国的表现更是惊艳，40年保持 9% 的增速，这种持续性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做到的。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全球经济生态，这战略眼光比做平台的还要远。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合作，而是在重构全球经济的连接方式。现在的全球经济就像一个超大规模的系统重构，多极化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。美国独霸的时代结束了，就像局域网时代被互联网取代一样自然。新兴市场正在重写游戏规则，金砖银行、人民币国际化、RCEP， 每一步都在宣告新时代的到来。竞争规则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，经济实力不再是单点突破就够了，而是要形成多点开花、相互制衡的新格局。这种转变比版本迭代还要彻底，从简单的双方博弈变成了多方混战，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需要多方携手。新兴市场已经不满足于做配角了，而是要成为核心玩家。但这带来新的挑战，如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，如何在分歧中达成共识，这需要所有参与者超越以往的思维方式。多极化时代既充满机遇，又暗藏风险。增长点从新市场爆发，数字经济、绿色发展、智能制造的潜力比任何一个新赛道都大。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也在上升，利益平衡、公共产品供给、风险防范，每个问题都比创业还要棘手。这不是在危言耸听，而是摆在面前的现实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适应变化，拥抱变化，这已经不仅是企业生存的法则，而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。看到当前社会结构的巨变，内心非常震撼。中产阶级的消失速度比创业公司的倒闭潮还要触目惊心。这不是在危言耸听，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。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创下历史新低，而最富有的1%人群掌握的财富竟然超过了底层90%的总和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了，而是社会结构的彻底断裂。社会撕裂的程度远超想象。经济焦虑就像一个失控的病毒，在各个阶层中快速传播。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像断网一样中断，剩下的全是无休止的互相指责。这种撕裂已经突破了政治的边界，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。朋友圈里的争吵比产品评论区还要剧烈，社会共识像过期项目一样难以维系。
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经济动荡从来都是社会危机的引爆点。看看1929年的大萧条，它不仅摧毁了经济，更催生了极端政治思潮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，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深层次爆发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失衡，未来可能面临比系统崩溃还要剧烈的社会震荡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中国模式确实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决方案。它的混合经济体制就像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产品架构，既保留了市场经济的活力，又加入了政府调控的稳定器。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为长期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。这种产品思维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，中国的突破堪称惊艳。从简单的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，从模仿追随到并跑领跑，特别是在 5G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表现，展现出了这个古老文明惊人的创新潜力。这种转变比任何一个创业公司的转型都要彻底。现在，全球的科技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经济格局。从数字化转型到人工智能，从区块链到量子计算，这些技术革新不仅在改变商业规则，更在重构整个社会形态。绿色经济已经从 PPT 变成了实打实的商业趋势，可持续发展从口号变成了企业生存的必答题。但这种高速发展也付出了巨大代价，就像疯狂烧钱换市场份额一样，环境污染、资源耗竭、生态破坏，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债。社会不平等加剧，贫富差距扩大，这些问题就像系统漏洞一样，需要及时修复。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，发展的根基就会动摇。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，中国模式就像一个成功的商业案例，直接复制是行不通的，关键在于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。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，保持社会公平，保护生态环境，这才是真正的挑战。这就像产品开发，照搬竞品永远不如找准自己的定位。全球化已经进入 2.0 时代，这个版本升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区域经济联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， RCEP、欧盟这样的经济共同体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。跨国企业也在进行自我革命，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转向承担更多社会责任。这种转变比互联网企业的转型还要深刻。新兴市场的崛起更是令人瞩目。印度、巴西等国家展现出的潜力，比任何一个新兴行业都要惊人。而传统发达国家则像是陷入了中年危机的大公司，既要面对转型阵痛，又要应对新势力的挑战。这种竞争格局的变化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也前所未有。就像一个庞大的分布式系统，需要重构多边合作机制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、贫困、疫情等全球性问题，构建更加包容、更加公平的经济秩序。这已经不是某个国家或某家公司能单独完成的任务，而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，就像产品体验和商业变现之间的关系，看似矛盾，实则相辅相成。健康的经济增长能创造就业机会，提升生活品质，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又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沃土。这种良性循环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。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，就像一个永远处于测试阶段的产品。但只要我们能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勇于创新，敢于改变，就一定能在这场全球经济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这不仅是挑战，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。关键是要在保持清醒的同时，始终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行动的勇气。美国现状就是最好的案例分析，社会福利削减引发民怨，政策摇摆加剧矛盾。
一个曾经充满创新活力的社会正在被撕裂成水火不容的对立面。这种情况不仅威胁社会稳定，更是扼杀创新的最大杀手。寻求平衡需要 MVP 思维，包容性增长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，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。完善社会保障，缩小贫富差距，保障基本民生，这些都是必须交付的核心功能。北欧的经验就像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，把高福利和经济效率完美结合，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双赢。新加坡的住房政策，德国的职业教育都是值得借鉴的最佳实践。但关键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定位和发展路径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次根本性重构，每个人都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关键是要有清醒的认知和务实的行动。未来以来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个已经到来的未来。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，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比产品迭代还要复杂。竞争像不断迭代的版本号一样推动创新，但过度竞争就会变成恶性竞争。合作创造双赢，但过度合作可能让效率变成 PPT 里的数字。找到这之间的平衡点，这是比产品创新更难的命题。先说中美这对最大的玩家，这两个超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潜力比任何一轮融资都要大。气候变化、新能源、疫情防控，哪个不是全人类的痛点？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，中美的优势互补能产生1+1大于2的效果。但要实现这种合作，需要的是超越对立思维的产品思维。金砖国家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。这个横跨4大洲的经济联盟，就像一个超级孵化器，正在探索全新的国际合作方式。从开发银行到疫苗研发，金砖国家展现出了比任何创新项目都要强的协作潜力。这种南合作不只是成员国的共赢，更是给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。未来的国际合作已经不是 1.0 时代的简单模式了。多边主义正在进行产品升级，但形式和内容都将发生颠覆性创新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突破传统思维的限制，在竞争中寻找合作机会，在博弈中创造共赢价值。这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白日梦，而是基于市场现实的产品策略。全球经济的这波重构，比任何一次产业升级都要彻底。从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，从布雷顿森林到数字经济，每次重大升级都在重写经济规则。现在我们又站在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打包发版时刻，这次更新的影响将持续几十年。各国需要像优秀产品经理一样快速调整。过去那些牛逼的增长策略可能已经失效，传统的商业模式可能需要推倒重来。特别是在处理内部矛盾和对外关系时，需要比写代码更多的智慧。全球合作已经不是可选项，而是必选项，就像移动互联网至于传统企业。这波变革中，每个人的角色都在升级。公众觉醒推动政策迭代，全社会共同努力决定产品方向。企业要承担比利润更多的责任，普通人要有比朋友圈更大的格局，政府要对标用户需求不断优化。这需要全员参与，就像一个优秀的敏捷开发团队。作为亲历数字经济大潮的90后，我看到的全球经济趋势比任何创业项目都要劲爆。数字化转型已经从选择题变成了生存题，这不是在危言耸听。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，现在不转型就等于等死。未来几年，我们将见证比互联网革命更猛烈的数字化浪潮，它将重构每个行业的商业逻辑。可持续发展终于从营销概念转变为实打实的商业逻辑和核心竞争力。环保科技领域将诞生新的独角兽，就像当年的互联网企业一样改变世界。
绿色金融正在重构整个投资领域，可持续发展已经不是可选项，而是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因素。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重构，从追求最低成本到追求最优韧性，这场升级比产品迭代还要彻底。企业必须重新思考供应链策略，不能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供应链的游戏规则正在被改写，适应能力将决定企业的生存。数字货币革命才刚刚开始，这波浪潮比区块链还要猛。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竞赛正在加速，这将重塑整个全球金融版图。传统金融体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数字支付将成为新常态。谁能在这场革命中占据先机，谁就能在未来金融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。AI 加机器人正在重新定义劳动力市场，这个影响比互联网革命还要深远。很多传统工作岗位会消失，但同时会创造更多新机会。这不是简单的岗位替代，而是整个就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。未来的工作方式和技能要求将与现在有天壤之别。面对这些趋势，企业必须全面拥抱数字化，这已经不是选择，而是生存必须。重视 ESG 不再是做做样子，而是决定企业估值的关键因素。构建韧性供应链，加大创新投入，培养全球化人才，这些都是企业必须完成的必修课。对个人而言，持续学习新技能已经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基本生存技能。培养全球视野，因为格局决定未来。关注新兴产业，那里有最大的机会。提升数字技能，建立抗风险意识，因为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新常态。未来几年，我们将看到更多经济体进入发达国家行列，新兴市场继续引领全球增长。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会持续攀升，绿色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极。国际合作也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，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。当然，风险也在增加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，债务危机隐患增加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，气候变化加速恶化，科技垄断引发新问题。但机遇远大于挑战，技术创新带来生产力革命，绿色发展开辟新蓝海，数字经济创造无限可能，新兴市场潜力巨大，全球合作空间广阔。关键是要保持开放心态，拥抱变化，加强国际合作，实现共赢，推动包容性增长，防止社会撕裂，加大创新投入，引领未来发展，维护多边主义，构建新秩序。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而是基于对趋势的清醒认知。变革已经开始，未来已来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谁能在这波浪潮中把握先机，谁就能在新时代占据制高点。这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要精彩的时代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机会。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勇于创新，敢于改变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机遇。我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不是因为盲目乐观，而是因为看到了比任何时候都多的机遇。技术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，绿色发展开辟着新的增长空间，数字经济创造着无限可能。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次根本性重构，每个人都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关键是要有清醒的认知和务实的行动。2025年，很多人还在担心经济下行，但真正的玩家已经在布局新的赛道。那些能在这波浪潮中抓住机会的人，将成为新时代的赢家。记住，变化不可避免，但方向是我们可以把握的。无论是国家、企业还是个人，都需要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机会。这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让我们一起拥抱变化，用创新的思维和行动，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能够看到机遇、敢于创新、勇于改变的人。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唯一确定的就是改变本身。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，就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。未来以来，就看我们如何把握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